黄帝内经第7集大白话解读第16、18篇。发烧不是病，咳嗽就是感冒。一个中医老祖宗告诉你，身体发热、气绝昏迷、连绵咳嗽，这些现象背后藏着你忽视的重大问题。本集我们用最通俗的大白话，把3篇最关键的病症篇讲清楚。热病、气绝、咳嗽，其实从来都不是表面症状那么简单。凭热病论篇第16大白话讲解，这篇主要讲的是热病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发烧类疾病。皇帝开门见山地问岐伯，为什么有些人受寒却反而发热？到底热病是怎么回事？岐伯的回答非常核心。热病之源多由阴阳失调，寒邪入里，阳气被困，郁而化热。通俗解读，人本来体内就有阴阳，比如阳主外，阴主内，阳是动力，阴是物质。正常状态下，它们保持平衡，但一旦寒邪入侵，阳气为了驱赶外邪，会被调动起来。但如果寒气太重，阳气太弱，它被压在里面，不能透达，就会遇久化热。这时候体表可能是凉的，但里边已经像锅炉一样在烧。举个例子，就像你穿着厚衣服跑步，热气出不来，人就越来越热。体内也是一样，一旦气机郁闭，热就出不去了，身体就会自己烧起来。热的种类：阳热，阳气旺盛引起的热，比如暴躁、发热出汗、口干舌燥。阴虚火旺，体内阴液不足，阳气相对太多，导致虚热。寒郁化热，寒邪入里变热，虽本质是寒，但表现是热。对应症状：高烧、烦躁、汗出口渴、舌红脉数。中医不是看到发烧就一味退烧，要分清你是阳热还是阴虚热还是寒郁热，对症下药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气绝论篇第17大白话讲解绝这个字，在中医里不是昏厥的意思，而是指气血不通，手脚逆冷，意识模糊，甚至短暂失神。皇帝又问，为何有些人突然昏迷，有的又清醒，又是气又是神？这气绝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核心概念：气血运行阻断，神识暂失。岐伯答得很清楚，气行就顺，气乱就绝。我们人身靠气来推动血液，滋养脏腑，如果气运行受阻，逆行或暴脱，都会出现绝。气绝的几种情况：阳厥，阳气脱散，表现为昏迷，面色苍白，冷汗直冒。阴厥，阴液脱失，见于大出血或大寒后突然虚脱。气逆厥，气上逆，导致胸闷头晕，甚至一时性昏迷。痰厥、食厥、寒厥、热厥，各种诱因导致气机紊乱，比如一个人暴怒、生气过度、肝气上逆，突然两眼一黑，那就是气逆厥；或者大夏天汗出太多，阴阳俱脱，那就是阳厥或阴厥。现实中的例子，你是不是见过人突然晕倒，但又不是低血糖，也不是中暑，有可能是中医说的厥。当气失调，人的神志就跟着走，清醒就成了气的附属。咳论篇第18大白话讲解，最后是咳嗽。很多人以为咳嗽就是肺的问题，但这篇告诉我们，咳非肺病而独见也，五脏六腑皆能治咳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咳嗽不是只有肺出毛病才会咳，心、肝、脾、肾、胃
都可能引起咳嗽。造成咳嗽的几大原因：一、外邪犯肺，风寒、风热侵袭肺脏，引起咳嗽；二、脾虚生痰，脾不好生湿生痰，痰阻肺气也会咳；三、肝火犯肺，肝气太旺，逆上克肺，引起咳嗽干咳；四、肾虚不纳气，肾不能固摄肺气。咳嗽常见于老年慢性咳，一个形象的比喻，肺像一个哨兵，负责通气，一旦有外敌、风寒、内部传染、肝火、痰湿，它就会拉响警报。咳嗽其实是保护机制，但若久咳不愈，必是内部失调之征。总结一句话：热病非只是热，而是阴阳之乱；气绝不止昏迷，而是气机失衡；咳嗽不止肺病，而是五脏之警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入浅出的讲法，欢迎订阅频道百岁 Longevity Way， 我们会持续用大白话讲透每一篇经典中医智慧。